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说的话题是和我居住的城市有关，巴黎。11月18号，《经济学人》Economist 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，就是说的是全世界最贵的生活的城市，并列第一的有3个城市是巴黎、香港和苏黎世，排名第4的是新加坡，并列第5的是奥萨卡和 Tel Aviv， 就是以色列的首都。排名并列第7的是纽约和日内瓦，并列第9的是洛杉矶和哥本哈根。这样看来，瑞士确实是全世界最贵的国家，它居然有2个城市 Zurich 跟 Geneva 都在前10。非常让人惊讶的是，巴黎目前在全世界竟然排名第1。我记得几年前看的新闻好像还是排名第4还是第5。刚好从11月初我就想好了做一期视频，就是1个月在巴黎的消费，所以呢我就对我这个月的整个生活的费用做了一次记录。其实我是从来不记账的人，所以呢刚好和这个主题就有点契合。我就看看我这1个月花了多少钱。我这个月一共花了2663.22元欧元，其中呢有1896.89是生活必须花费的，就是说住在巴黎还有一些手机费啊、网络费。再呢还有349.33，差不多350块钱，就是我的日常食品消费，比如说水呀、蔬菜啊、水果之类、肉之类的，还没有算上我吃外卖或者是出去玩的经历。你想啊，现在是在封城期间，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消费都是主要是以自己做饭为主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些消费，即使不算上其他消费，只算上固定的支出，房租啊、电费啊，再加上生活必需品，这个月的消费也有2246.22。还有就是我中间点了2次外卖，一共花了85块钱。感恩节的时候去一个朋友家玩，我都是打车过去的， Uber 花了37，就是一次打车差不多17-18块，这个花费是122。我相信如果不是封城期间，这种社交的费用会比，至少是我个人来说，我的社交费用会比这个122要多得多。你会和朋友一起喝咖啡，或和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出去玩、打车啊、交通的消费都是会有。然后还有，因为11月份有黑五嘛，这次黑五我已经非常的控制了自己，没有买很多的东西。但是有些东西你不是每个月都要买嘛，比如说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些调料，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小柜子，因为我健身买了一些营养补品，这个大概是76块钱，所以一共呢杂七杂八的就花了295，所以整个来说我花了2663.22。在我所说的这个1896.89的基础生活费用里头，占大头的毫无疑问是我的房租。我的房租是1600，我目前住在巴黎的10区，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居住的地方，就是周边的餐馆啊、酒吧啊都很多，而且其实距离很近的一个中国城，所以买东西对我来说什么的都比较容易。我目前的房子大概是56-57平方米，这个价格在巴黎来说不算便宜也不算贵。怎么说呢？单身真的是不太容易租房子。我好朋友就住在离我大概走路5分钟左右的一个距离，她是和她男朋友租了一间房子，他们俩的房子大概有70多平方米，但他们的价格是2200。如果我和人合租的话，我可以便宜很多，但是房型可能要好得多得多。我目前住的是50多平方米，1室1厅，对我一个人来说完全足够了。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客厅，像我活动还有办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区域。但是巴黎的房租呢是真的是很贵，就比如说我前2天好像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，就是有人在出租房屋，他出租的是一个 studio， 就是那种什么单身公寓吧，1室全部都在，大概不到25平方米，然后价格是1000，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普通的价格。如果你想租到1000以下的，自己一个人住，可能就都是20多平方米。所以在巴黎可能最划算的租房方式是和人合租，可是我已经单身住很久了，我觉得跟人合租可能很难，而且现在年纪这么大了，
觉得跟人合租也不太对得起，怎么说，相应的年纪。我个人是在租房费用上花费的比较多的，但这个1600里头呢是包括了，比如说物业管理费啊，还有就是水费是全部都包括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其他的费用是阿姨120，对的，我有一个阿姨每个礼拜会来给我做清洁，大概是2个小时。再就是在欧洲居住，至少是法国和比利时，不管是房东要有房东的保险，然后租客要有租客的保险，根据你的地段和你这个房子的面积，我的是每个月27，然后我的网络是好像是每个月39，然后我又订阅了 Netflix 跟 Amazon， 然后 Netflix 是12块9， Amazon 是11块。我的电煤气费都是 EDF 嘛，一起每个月，去年11月搬进来的，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，就是把它平摊，每个月差不多就是60块钱。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这个费用有点高，我以前在里昂房子跟这个差不多大，可能要大一点，60多平方米，每个月可能要便宜一点。但是在里昂的那个房子暖气是电的，现在在巴黎的这个房子暖气是天然气，这样看来是不是天然气要比电要贵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法国你可以买不同计划的电，我记得在里昂的那个电的计划，我买的是就是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的价格是非常的便宜，但是白天的价格就比普通的要贵。我现在用的那个计划就是全天24小时都是一样的价格，可能那个计划会便宜一点，对我来说可能大头是洗衣机或者是烤箱之类的。我洗衣服呢算是比较多吧，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换床单，床单要洗浴的毛巾差不多是2个礼拜换一次，也是要洗。再就是因为我运动比较多，每个礼拜都会有运动的衣物。如果是把洗衣服的放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个时间的话，电费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。但是我在巴黎我没有用这个计划，其实要换也可以换，但是我可能觉得差别不是那么大，但是你算到这个平均值可能会有一点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换算哪一种电费的计划对你来说是比较合适的。但是现在怎么说呢，我以前就是工作属于出差比较多，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全部都是在家办公。那么在家办公呢，用电量比较多的就是电脑吧，你基本上白天都是要用电脑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差别也不是那么大。然后这个是60，手机费是15。其实我不用自己的手机，公司也有手机，但是我还是习惯保留我自己的一个手机号，用的是比较便宜的一个 plan， 因为公司的手机基本上都可以用。这个是15。还有一个费用就是天然气检测，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，因为这是我在自己从中国出来第一次遇到用火和天然气的情况。前2天就是11月份收到了一个账单，叫做天然气检测费，它每年都会收。去年的时候我以为我交的那个只是开通的费用，实际上不是，它在开通前就会给你做一个检测。我去年好像是100多，然后今年又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价格，反正是144，那么除开就是每个月就是12块钱，所以这样整个费用加起来就是1896.9，这个费用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办法减少的。可能有些人不用订阅 Netflix， 不用订阅 Amazon， 那可能会减个20-30。你也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计划，就是手机家庭网络是一个公司，但是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光纤，最便宜的计划好像是30多块钱，我用的是稍微快一点的39块钱，我也觉得便宜不了多少。这个其实就是整个生活费用当中支出最大的。至于说吃饭，我觉得价格实际上比我想象的要少。我以为我个人的吃饭消费可能是400左右，但是这样算下来才350，差不多就是每天10几块钱，我觉得是很标准的。我也没有吃的很多，我也没有吃的非常的好，我就是一般的消费，比如说蔬菜，可能我花费的比较多的一段是水果，我水果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。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家做饭，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是平均一个人10块钱，如果是合租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，跟别人一起吃饭啊，你只要买东西就会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。其实在我以前的生活当中，社交费用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，或者是喝点东西。虽然我是完全不能喝酒，但是喝水其实和
酒的价格真的在巴黎来说是差不多，比如说一杯啤酒的价格是4块5或者是5块，那么一杯可乐或者是巴黎水的价格也是4块5块，所以没有差别太多。可能不同的是喝酒他们可能会喝很多，喝3、4杯，但是我喝水可能就喝1杯最多2杯，所以可能要便宜一点。吃饭的话大家一定是会喝红酒，但是我因为不喝酒，这个费用比普通的人都要少，可能要少一点。这个月我点了2次外卖，巴黎的外卖怎么说呢？可能价格你们会觉得有点高，我好像留了一张那个，到时候把这个打在这个屏幕上。我点了1次中餐，点了1次法餐。中餐的这张单子你们可以大家看到，我其实就点了2个菜，就40多块钱。所以你在外面吃饭大概也差不多，我觉得30多是普通的餐馆，但是你如果想有前菜、有主菜，然后还要加甜点，3到40都是巴黎很正常的价格。其实我在里昂的时候住的时候吃东西也差不多是这个，但是里昂可能价格便宜一点的餐馆会相对来说多一点，平均下来价格会少一点。但是从饮食来说，我并没有觉得巴黎比里昂要怎么说贵很多。主要贵的还是住房。我在里昂的房子有很大很大的院子，大概有20平方米，房子是60多平方米，价格不到1000，好像是960还是980。现在的巴黎的房子要比那个小，没有阳台，1600。这就是巴黎贵的原因。所以我觉得从经济学人的那篇文章来讲，我刚才说的这3个城市，香港、苏黎世还有巴黎，主要还是贵在住房。去年换工作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家苏黎世的公司有找我，我去苏黎世。当然瑞士是完全不同了，瑞士不仅是住房贵，吃的东西也非常贵。就是在瑞士你吃一个快餐，比如说汉堡，都将近是30-40欧这种价格。你在法国你吃一个汉堡之类的东西，一般都是10几块钱，不是说麦当劳5、6块钱，就是说餐馆里的汉堡一般都是10几块钱，12、13块钱，但是苏黎世要30到40，你就知道有多贵。香港我觉得吃饭也其实不是很贵，贵的就是住房。很荣幸我也在新加坡待过，但是当然我说的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2007年以前的事情。新加坡我觉得贵的也是住房，新加坡吃并不贵，在新加坡基本上每个社区都有那种吃饭的地方，东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。如果没记错的4、5块新币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一碗粉南面呢，其实跟国内的价格我觉得应该相差也不多了。10几年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新加坡的价格比较高，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新加坡吃不贵，但新加坡的住玩喝酒，新加坡的酒是相当的高价格。不知道你们听完了我11月份的花费，觉得巴黎的消费高吗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拜拜。